2023年，新能源平均渗透率达到了32.86%，也就是每卖出100台车，就有大约33台为新能源车型。而在这33台之中，就有10台是混动车型。现如今买一台新能源汽车已经不是标新立异的事情。那么和传统汽车完全不同的新能源汽车，除了续航里程，还应该关注哪些点？认真看完，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并且也可以将这期视频收藏转发给你不懂车的家人朋友，让他们知道到底哪些新能源值得购买。我们之前也花了很长时间整理了多份万字新手汽车入门攻略，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置顶免费领取。手册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关注加3连支持。无比生气啊！首先，我觉得品牌是比续航更加重要的。7年前，国内有超300家造车新势力，而今年还有影响力的仅剩不到20家。买新能源车型，部分品牌都会赠送一些长期福利，包括但不限于终身3电系统质保、首任车主权益、OTA 升级等等。品牌没了，相应的车主权益基本也就没了。严重的可能后续修车都是个问题，比如近期倒闭的恒驰威马。这里我也简单的将目前主流新能源品牌按照他们主流车型的价格区间做了一张金字塔分级图，排名不分先后，帮助大家快速了解主流新能源品牌的价格定位。续航里程作为目前大家最关注的点，主要和车型种类、电池、轮胎、续航标准4者相关。对续航影响最大的是种类。现阶段主流新能源种类分为纯电代表品牌特斯拉，插混代表品牌比亚迪，增程代表品牌理想。如果单从续航里程来看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增程基本等于插混大于纯电。如果单从用车成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大部分情况下纯电小于插电小于增程。这里我简单的根据不同需求和场景做了一份推荐汽车种类表，有需要的可以暂停观看。纯电车型建议最好能安装个人充电桩，主要用于城市通勤代步或者家里已经有了油车想上绿牌的车主。纯电车型的所有能量都来自于动力电池，仅通过电机提供动力，主要由底盘、车身、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机设备等部件组成。优点在于用车成本低，缺点就是续航问题，特别是北方的车主不太推荐购买纯电车型。根据2022年的懂车帝东测，参测车辆的纯电新能源的平均续航达成率只有48.5%，基本打了个半折。代表品牌有特斯拉、蔚来。插混车型适合经常高强度用车，并且用车场景复杂，想要绿牌的车主。插混车型既有纯电系统，也拥有传统的发动机系统，动力来源主要以发动机为主，电机为辅。在动力电池续航充足的时候，可以以纯电模式行驶，并且也可以通过充电口对动力电池进行充电。如果电池没电了，也可以作为正常的燃油车使用。插混车型的优点在于有2套独立存在的动力系统，不会有续航里程的困扰。缺点是因为有2套动力系统，后续的保养成本会比纯电车型高上一些，并且也需要像纯电车型一样安装充电桩。代表品牌有比亚迪。增程车型适合想买新能源但是充电不太方便以及高速使用场景不多的车主。增程和纯电车型一样，都是依靠动力电池和电机，不同的点在于增程也多了一套发动机系统，但不等于插混，这是因为增程的发动机完全不参与动力输出，只是为了给动力电池发电。代表品牌仰望、理想、问界。电池对于续航里程有一定影响，但是没有车型那么的大。目前新能源车型主流使用的电池分为3元锂代表企业特斯拉，磷酸铁锂代表企业比亚迪。2种电池各有千秋，当下很难说谁好谁坏。3元锂电池车型如果不是跑长途的话，尽量不要将电池充满，80%最佳。磷酸铁锂车型最好每周将电池彻底充满1次。之所以3元锂不建议充满，是怕电池容量衰减，因为锂电池本质就是靠锂离子和电子的来回移动产生电流，存储电量。充电时电子和锂离子从正极拖出来到负极，放电则是反之。有一个问题就是3元锂电池中的2价镍离子和锂离子直径相近，导致充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2价镍离子占据锂离子的位置，导致电池容量衰减。所以3元锂电池在设计的时候，正极材料的数量会比负极材料多，来确保电池容量的稳定性。但这个设计也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充电的时候负极没有那么多的坑位来容纳电池中的锂离子，这时就必须要求充电的时候非常的谨慎，在负极容纳满锂离子后就停止充电，不然负极的锂离子就可能会发生结晶现象，轻则影响电池寿命，重则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短路，引发不必要的危险。所以3元锂电池建议充到80%为佳。之所以磷酸铁锂车型最好每周将电池彻底充满1次，是为了让电池管理系统校准电量。电池电压是电池管理系统判断电池电量的重要方式，但是因为磷酸铁锂的工作电压范围过于窄，可能30%到60%电量时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在某一范围内的电压浮动特别小，这就容易让电池管理系统摸不着头脑，无法通过
过电压准确地判断当下的电池容量，所以最好定期充满电，给电池管理系统校准电量，并且磷酸铁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分子排布很紧密，稳定性很好，使用寿命也更长，不会像三元锂电池对过度充电那么敏感。但这一特性也就决定了锂离子的移动速度不会太快，所以在能量密度上就会比三元锂要低一些。电池作为目前新能源车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换一块电池的价格可能都赶上一台新车的价格了。但是车企一般来说是不会自己生产电池的，所以了解动力电池的供应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通过电池的供应商也能简单的判断车辆电池的质量。目前国内前5的动力电池供应商分别有宁德时代，生产的动力电池供应特斯拉最多，其次还有蔚来汽车、小鹏汽车、上汽集团、一汽集团。比亚迪主要生产磷酸铁锂电池，招牌刀片电池非常出名，旗下动力电池超90%为自用，小部分供应中国一汽、金康汽车等。中创新航原中航锂电主要生产磷酸铁锂电池，后续也推出了三元锂电池，旗下动力电池主要供应广汽集团最多，占比65%。此外还有长安汽车、上汽通用50、领跑汽车、小鹏汽车等。国轩高科旗下动力电池供应上汽集团车辆最多，占比29%。此外还有江淮汽车、奇瑞汽车、领跑汽车、长安汽车等。LG 新能源全球第3大动力电池供应商，国内市场中旗下动力电池主要供应特斯拉，占比超95%，小部分供应上汽通用、吉利汽车等。在油车时代，德系车给国内大众的认知是好车，但是在现阶段的新能源车型当中，国内确实遥遥领先德系。之前德系车依靠自身强大的汽车产业链，霸占着全球好车的心智，但是现如今，如果我们再看新能源的全球产业链，会发现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还是拿动力电池企业作为举例，2023年1到7月，在世界范围内，宁德时代以36.6%的市场占有率霸榜，第2名为比亚迪，市场占有率16%，第3名为 LG 新能源，占比14.2%。并且油车时代形成的对于好坏的体系，其实放新能源车上是行不通的。如果单说舒适配置和家用属性的话，同价位的新能源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当然商务接待的话，暂时还是无法取代的。我们就拿话题度非常高的理想对比同价位的燃油车，凯迪拉克 XT6 算是豪华品牌中性价比很高的 SUV 了，但依旧还是没法和理想 L9 比。他家的 XT6 顶配版基本也是和 L9 Max 同价位的车型。先来说最直观的轴距差距，一个3105，一个2863。在车内舒适度上 ，L9 是强过 XT6 的。除去较为主观的座椅舒适度 ，L9 的座椅在功能性还是领先的，多出前排座椅按摩、老板键，第2排电调腰部调节、腿托调节，第2排加热、通风、按摩、小桌板，第3排背靠调节，第3排电调，第3排座椅加热等。更别说 L9 的冰箱、彩电等等。从智能化配置、个性化娱乐功能、舒享体验等等 ，L9 都是要强过 XT6 的。XT6 都赢不了 L9， 更别说品牌溢价更高的 BBA 了。最后便是续航标准，它对车辆实际续航几乎没有影响，但却能轻易大幅度提升车辆续航里程。比如前不久大定突破6万台的问界 M7， 同一台车 WLTC 综合续航里程115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00公里，就是简单的换了一个标准，续航就多出来150公里。目前世界主流的新能源续航标准有3个 ：EPA、WLTC 和 CLTC。如果从实际续航达成率来说 ，EPA 大于 WLTC 大于 CLTC， 不严谨的比例换算大概为 CLTC 等于 0.8 WLTC， 0.69 EPA。当然，一台车的真实续航还和驾驶习惯、气候息息相关，所以续航标准仅供参考，大家请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准。EPA 标准在国内比较少见，为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现阶段续航里程测试标准。EPA 包括城市工况、高速工况、激烈驾驶工况以及空调使用工况4种工况，也是3种测试标准中跑法最复杂、车速变化最多、测试时间最长，并且还有空调全负荷测试、高速与急加速的工况。测试时车辆还要负载200公斤，测试5次计算平均值后，还会加入风阻等其他影响能耗的变量，再按55%的城市工况、45%的高速工况加权得出最终的续航成绩。因此，最复杂、最严苛的 EPA 工况是目前最接近真实续航的测试标准。WLTC 为日本、美国、欧盟联合制定的世界轻型汽车测试循环机制，也是国内在推行 CLTC 标准之前广泛使用的标准之一。WLTC 包含2大部分：测试循环和测试规程，其中测试循环分为低速、中速、高速与超高速4部分。相比其他标准，这种测试工况周期较长，有更多的加速度和刹车，更高的平均车速和更短时间的停顿。但是 WLTC 毕竟是国外的标准，和国内的真实用车环境有所不同，所以 CLTC 便应运而生了。CLTC 由中汽研中心主导，覆盖传统乘用车、轻型商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在41个代表城市进行采样，收集分析了大约3278万公里的车辆运动特征、动力特征和环境特征数据后编制而成。除了以上几点外，私人充电桩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装和没装的体验差距也是非常大的。这里我也简单说一下如何才能申请私装。现在申请充电桩也非常方便，下载网上国网或南网在线 APP，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下载。我这里以网上国网举例，直接上搜索栏搜索充电桩接电，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引导填写即可。一般来说，小区可以申请到2种电表，220伏和380伏的。220伏可以选择7千瓦，380伏可以选择11千瓦或21千瓦的。如果可以选择能选择的最大参数，这样后续就算是换车也不用换装了。想要申请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公用电协议，需要先准备4份材料：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一般来说就是身份证；新能源购车合同、购车意向书或者购车发票，确保是真的买了或者打算买新能源汽车。物业或业委会同意申请人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如果是有产权车位的车主，需要提供车位产权证；拥有固定车位使用权的车主，需要提供长期车位租赁证明。充电桩的安装流程分为4个部分：小区变压器、分支箱、电表、充电桩。电表之前的安装和电缆铺设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从电表到充电桩这段距离的缆线以及充电桩安装是要收取费用的。部分 4S 店会赠送充电桩和一定长度的电缆，具体情况即以实际为准。另外，如果 4S 店不送或者想要自己购买第三方充电桩，一定要选择带 CQC 认证的。可以看看普诺德、特来电等品牌的充电桩，因为充电桩虽然是电器产品，但不在3C 目录内，所以只有过了 CQC 检测认证的产品，至少可以保证是符合国标标准的产品。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还请关注加3连支持。如果身边有打算买新能源或者身边不懂新能源的家人朋友，也可以转发给他们。我们下期再见。